大家好，这一讲我们继续讲解分子递归的一些例子。这一讲我们要讲的例子是如何计算一个顶集中的最近点对。好，在讲课之前，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 HWDNG， 请按下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和旁边的小铃铛，然后也请关注我的博客。好，什么是最近点对？最近点对就是给定一个2次空间的 n 个点，要找到这些点中距离最近的一堆点，也就是2个点。比如这里是平面上的一些点，距离最近的2个点就这个2个红色点。最近点对问题在计算机图形学、计算机视觉、地理信息系统、分子建模、空中交通管制等很多问题领域呢都有应用。怎么样找到 n 个点的集合中距离最近的2个点呢？我们第一种想到的就是蛮力法或者穷举法，就是对于这个 n 个点的集合中，我们对于任何一个，比如有 n 个点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用一个 for i 从1 to n， 是吧？对于 i 从 n 的每个点 pi， 我们再 for j 从 i 加1到 n， 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计算一下 pi 和 pj 的距离，是吧？然后和当前的最小距离去比较，如果发现比当前最小距离更小，我们就更新一下，是吧？比如我们用一个 d 是当前的最小距离，如果发现它比它更小，我们 d 呢就更新这个聚落距离了，同时把这2点也记录下来。好，这个循环我们一看，它的实际上复数就是 n 平方。那么有没有更加计算效率更高的计算2个点对的这个算法呢？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个分字法，在解决平面的点集中的最近点对问题之前，我们先看一种更加简单的，就是一维的情况。就是假如这些点都是一维坐标上的一些点，也就是每个点只有一个坐标 x， 比如这样的一些点，我们如果用分字法怎么解决呢？我们分字法最好把这些点呢分成1分为2，使得左右2部分的点的数目差不多多。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点的 x 坐标的这个中则来分割它。怎么样得到中则？一个简单的方法，我们是用排序法，是吧？对坐标进行排序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用前面的那个选择 dk 个最小值的那个算法，是吧？它的实现幅度只有 5n， 是吧？这2种都可以。我们选择一个中则点，然后呢，把这些点1分为2，比如这样，把这些点1分为2，1分为2，然后呢就分成2个子问题，是吧？然后这个一半的点和这个一半的点，我们再继续递归的用这个分字法去计算这个 S1 中的最近点对和 S2 的最近点对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 S1 对于 S1、S2 我们递归的去计算嘛，最后计算出来 S1 中的最近的点对，是吧？比如这2个点，是吧 ？S2 的比如这2个点。然后呢，整个集合 S 它的最近点对可能是这2个的 S1、S2， 也可能是 S1、S2 中的最近点对，也可能是跨越这2者的2个点。这就是分字法来求解这个一维的情形，就是说所有点在 x 轴上的这些点的最近点对，是吧？就是我们用中则点 M 将这个所有的点1分为2，得到2个子节 S1、S2， 然后递归的去用这个过程去计算 S1 中的最近点对，假如得到 P1、P2、S2 的最近点对 Q1、Q2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求跨越它们的跨越 S1、S2 的最近点对。跨越 S1、S2 的最近点对怎么办呢？实际上跨越它们的，我们只要求 S1 中的那个 x 坐标最大的和 S2 中 x 坐标最小的，是吧？这2个点肯定是距离跨越它们的最近的点对这个最小的。
所以这里求它的一个坐标最大值，这一求坐标最小值，是吧？这样枚举下需要 n 这样的复杂度。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它的思想复杂度，可以看一下 Tn 等于2个 t 的二分之 n， 再加上一个 n 就是在这里面求 x 坐标最大值，这里面求 x 坐标最小值，是吧？要 n 次比较。这个我们看和归并排序是一样的，那么它的思想复杂度是 n log n， 是吧 ？n log n。这个就比我们一开始的蛮力法 n 平方呢，这个效率要高得多了。好，第一维的情形我们清楚了，那么二维的情形也是一样的。二维的情形，同样的，我们把知识点按照 x 坐标的中值点找到一根线，把这原来的点积一分为2，使得左右两分的点的数目差不多一样。然后呢，就转化成这边呢叫 S1， 假如这里边叫 S2。是吧？然后就总的把 S1 中的对 S1 dv 的重复这样的过程求出来一个矩近点地 ，S2 dv 的重复这样的过程求出来一个矩近点地，是吧？分别是这两个。然后现在这个跨越它们的怎么求呢？你不能这里面 x 坐标最大的和这里 x 坐标最小的，是吧？但是假如这个 y 坐标相差很大呢，是吧？比如 x 坐标这个最大在这，然后 y 坐标x 坐标最小的假如在这，是吧？它这是这样的呢，是吧？它的距离，所以这个就比一维的就要困难一点，是吧？你就这个，比如这个两个 x 坐标最小的在右边，这个 x 坐标最大的，它的距离不一定，比如有这个，可能这个距离呢比它还大，所以根据一维的这些拿来用是不行的。所以对二维的问题，怎么样把这个子问题合并成一个原问题的解，需要解决跨越这个 S1、S2 的这个矩近的点对怎么求，就如何确定跨越这个线的两个子集之间的矩近点对，是吧？比如这个 P3、Q3 怎么找出来？如果找出来了，那么肯定就是3这种最小的，就是整个集合的这个最短的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分支的过程，是吧？这个一分为2，这个是呢是对于两个子集递归的求矩近点对，是吧？这个是求解子问题，这个是和，但是呢这个和过程感觉现在有点麻烦，是吧？我们不能把 x 坐标排序，这个不行，好像。那么有什么好的方法呢？我们可以先确定 P1 中的矩近点对的距离叫 d left， 是吧 ？S2 中的矩近点对，假如叫距离叫 d right， 那么它们一个矩角的假如叫 d， 我们用这个 d 呢，以中轴线相隔距离为 d 的，我们画两个线，这样来构成一个带状区域。那么跨越S1、S2 的矩近点对必须是在这个 M 的这个带状区域之内，是吧？如果在带状区域之外，比如之外的这个点和这个右边的这个点，那它的距离肯定已经大于 d 了，是吧？这个距离是 d 嘛，它这个再怎么弄肯定大于，因为这个距离是 d， 肯定大于 d 了，是吧？不可能比原来的 d left、d right 更小，所以在这个带状区域的之外的就不需要考虑，我们只要考虑在这带状区域之内的。在带状区域之内的，那怎么样快速的求出两个距离矩近的两个点呢？我们可以把这个带状区域里面的所有的点按 y 坐标排序，排好序的，假如叫 SY，SY 也可能就是原来整个点积，是吧？比如这里面都位于这里面，也有可能的。然后 SY 这种点，就是这个带状区域的点，按 y 坐标从小到大排序，或者从大到小排列。假如这是点形成分别排好序的是按 y 坐标排序的，在这带状区域里面的。然后呢，任意两个点，如果它的聚动距离要小于 d， 因为我们要找聚动距离肯定要比 d left、d right， 也就是那个 d 更小的，是吧？比 d 大的肯定
不需要考虑了，是吧？这找到比 d 更小的，那么说明这个电容距离才有比当前聚合距离更小的。如果这里面有两个点，比如 SI、SJ， 是吧 ？SI、SJ 它的距离是小于 d 的，那么这两个点的下标 i 和 j 必定是小于11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把电容区域按d 来划分成一些正方块，是吧？距离是d 划分成，所以左边这里有两块，右边有两块，是吧？每个是d， 这个d， 所以加的这个长度是 d， 是吧？这个也是的。划分成两块之后，我们看每个正方形中至多只能有一个点，是吧？不可能有两个点，因为如果有两个点，这两个点的距离肯定小于正方形的对角线。正方形的对角线是什么？是根号2个d， 也就根号2d。根号2d 肯定是小于 d 的，就对角线的距离是小于 d 的。如果这两个点在这个正方形里肯定是小于 d， 那这就矛盾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说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点，它的值必须是大于等于 d 的，是吧？最小值是 d， 现在有两个点反而比 d 小了，这个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只有跨越之间的可能比它更小，是吧？在这一侧的不可能更小。所以这就证明了每个正方块中至多这一个点。好，至多这一个点，我们看一下，假如这里一个点，我们可以因为它是排序的嘛，排序的我们这个 y 坐标，假如这个 y 是从上到下，假如变大了或者这个变大都无所谓的。排序的我们看它每个正方形的这一个，我们比如这个点的就这个下标，假如是0，这个下标就是1、2、3，这样我们这样的不断的这样来，然后呢，如果 j 和 i 两个下标大于12，那么它们相隔的至少有两个距离，至少有两个这个两行吧，两行每一行是d， 两行就是 d， 所以它们两者的距离就ij 如果是大于12，是吧？0、1、2、3，是吧？因为每个里面是4个嘛，一共12，是吧？如果是大于等于12，说明 i 和 j 的距离肯定是大于2倍的这个正方形的宽度的，也就大于等于 d。大于等于 d 我们就不考虑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要找小于 d 的。所以如果 j 和 i 的下标大于等于12就不考虑了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写出一个代码，就是说对于这个 SY 中每个点，因为它是排好序的，什么 S1、S2 是吧 ？i 从1到最后一个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对 i 它后面的 i 和 i 加 k 的点进行比较 ，k 是什么？最多12个是吧 ？k 从1到12不超过12，是吧？这样 SI 和 SI 加 k 是吧？它的下标这样减下来不超过12嘛，实际上到11就可以了。你到12大一个也无所谓，就是我们把这个距离求出来，是吧？因为大于这个下标大于12的就不需要考虑的，所以这一小于12的考虑集中式距离，看它距离是不是比 d 更小。如果比 d 更小，我们就更新这个 d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点呢，它下标记录下来，表示是哪两个点。在这里我们没有记录下标，我们假如只需要那个最近点对的那个距离就行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时间复杂度是多少？这个假如是 n 个，这个呢是个常数12，所以它是 O(n) 这个复杂度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计算平面点击最近点击的这个代码，是吧？如果 P 是一个集合，它的数目是等于2的，那么就直接返回它，是吧？如果小于2，那肯定也返回信息嘛，表示不存在嘛。否则，如果是大于2的，我们就计算中位分割线，是吧？中位线这个把它们分割的，实际上就计算一个 x 中值的 x 的中值点，是吧？所有点的坐标的 x 坐标的一个中值，用这个中值取得一条线，把它一分为2，然后分成左右两部分，左边假如叫 p left， 右边叫 p right。然后对于左边这一部分，我们再调用这个过程去递归的去计算左边这部分的最小的距离。对右边这部分也是用递归的调用这个过程
去记住右边这部分的主要距离，也就是对左右部分呢，我们还会重复这一段代码。好，假如左右部分的聚论距离 d 要确定下来了，然后呢，它们的两者的聚论距离叫 d， 剩下面呢，我们就保留距离 L 中不超过 d 的那些点，是吧？把这些点呢按 y 坐标进行排序。假如排序好的点的集合叫 sy， 是吧？比如这个序列叫 sy， 然后呢就用刚才的 i 乘以到 sy 的个数开从对于每个 i 我们开从1到12，我们记住 si 和 si 加 k 的距离和 d 比它更小，我们就更新一下 d， 是吧？用这段代码。好，下面我们看时间幅度，这种中位性我们可以用选择最小的 dk 个点的那种算法是 O(n)。假如你是选用的比如排序算法，比如归并排序，它需要 n log n。然后这个是子问题，子问题是因为我们这里是用中位性分的，所以 PDF P_write 它的个组是基本上是 2/n， 所以是下面是两个子问题 ，2/n 的子问题是2个，就整个问题假如规模是 n 的，是吧 ？Tn 就等于这个加上这个。然后我们要确定 L 中和 d 不超过和中位性不超过 d 的点，就所有点我们它的 x 坐标和 d 要减一下，看是不是和中位性的坐标减一下，看是不是超过 d。那么所有点来一次需要 O(n)， 然后这些点排序也要 O(n log n)。然后在这里我们刚才讲了，居多 n 个点，是吧 ？n 个点，然后12开是 O(n)。好，这样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幅度，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了。Tn 可能是小于2倍的 Tn log n， 而其他的加起来不会超过 n log n。而这个呢，我们用地带展开法可以得到 Tn 的上界是 n log n 的平方这样一个数量级。这个比归并排序似乎那个大一点，是吧？比刚才那个一维坐标轴的一维期间我们是 n log n， 是吧？这里比一维的好像似乎慢了一点，因为多了一个 log n。但是能不能达到 n log n 呢？实际上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看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子问题，为什么这个 log n 的平方呢？就是因为这里的复杂度高了。我们如果把这复杂度降下来就好了。这复杂度高，就是因为我们确定中位性用了排序，然后呢按 y 坐标又用了排序。如果我们排序不是在低位里每一次进行排序，而是在调用刚才这个低位过程的外部先一次性排序好，那么在内部呢就不需要排序了，是吧？我们看这里呢就不需要排序了，这里不需要排序了，这样最后就变成 O(n) 了，这样的复杂度就会达到 n log n 了，所以就有了下面一个改进的，是吧？我们先把顶级按 x、y 坐标都排序，按 x 坐标排序的叫 px， 按 y 坐标排序叫 py， 是吧？当然这个排序呢，我们要这个大家需要思考一下，要保证它们排序还要步调一致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伪代码，并不是新代码啊。px 等于2的时候，就像刚才这些返回，否则变成两个子问题，是吧？同样是对这个集合，是吧？按 x 坐标排序，按 y 坐标排序的重它，是吧？两个到这个左半曲线、右半曲线递归问题，是吧？去求解左半部分右半平面呢，它的矩形定律，是吧？然后在这里我们看，这里就没有排序的过程了，是吧？确定中位性不需要排序了，因为这个是排序好的 ，px 排序好的，很容易根据 px 确定中位性，是吧？确定这个。然后 sy 等于保留的不超过d 的点，然后呢对 sy 也不需要排序了，是吧？因为 sy 就从 py 的排序好的直接把点拿过来就行了。所以呢，最后这个时间复杂度就变成刚才的，就变成这样的了，是吧？最后总的时间幅度是 n log n。好，这就是技术平面顶级的矩阵点对的这样的一个分支的算法。
是吧？我们讲了把排序放在 DV 里面，是吧？还有把排序放在外部，是吧？这个实现者稍微有点复杂一点，大家去思考一下这个怎么实现，是吧？这是伪代码。好，这讲就讲到这里，请大家关注我的 HWDVNG。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大家点赞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视频，然后呢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留言评论讨论，谢谢大家。